我们先前是为了帮这个灯饰加装微控器，才开始接触 ATtiny 的，想不到后来就越玩越起劲了。像是今天，我们就要来实做一个马桶漏水侦测器，因为我们的马桶已经很老旧了。 所以偶尔就会发生像这样冲水头卡住、水流不止的情况，因此才会想要做个侦测器，以便在漏水发生的时候提出警示音。我们其实在先前就已经实做过类似的版本啦，它是像这样纯粹以电路来实现的电路板，只不过已经被我丢了。总之，电路架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 这是一个用达灵顿电路驱动蜂鸣器的装置，输入端有2根电极，分别是侦测点和接地。当两端电极都泡在水里，侦测点透过水来导通接地，蜂鸣器就不会作动。一旦马桶冲水后线路断开，蜂鸣器就会开始哔的铃声大作，来提示说马桶漏水啦。不过，虽然这个版本工作正常，但其实存在着一个漏电流过大的问题。 漏电流会导致电池续航力下降，这还不打紧，因为电极泡在水里，只要有电流流过，就会发生电解，然后被氧化腐蚀。要不是因为先前版本已经被我丢了，不然我还真想把这2条电极覆满铜绿的样子，以及用双指一划就削去一层金属外皮，导致铜色裸露的样子。 呈现给大家看看。总之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减低漏电流。因为最近我们都在玩 ATtiny 嘛，因此我们来使用 ATtiny 微控器，看看能不能制作出一个效能更好的加强版。首先，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先的电路问题吧。这是一个达灵顿电路，用来驱动蜂鸣器。而达灵顿电路要能够 turn on， 就需要给它提供顺向偏压。 这样蜂鸣器就会作动了。再来，要关掉蜂鸣器，就需要把输入端接地，输入为0，达灵顿电路就会 turn off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因为水箱里的水阻抗并不高，因此如果 RB 电阻选用的阻值不够大，那就会直接增加对地的漏电流。这边来看，大约是 1 mA。如果把 RB 电阻调大，虽然可以减少漏电流，但当输入电极断开的时候，驱动蜂鸣器的电流也直接变小啦。相信有点电子概念的人就会知道，这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极性电晶体的输入阻抗不是很高。例如 2N3904。 它的输入阻抗最大就只有10K 欧姆，难怪我们随便改个电阻值都会造成严重的负载效应。所以这个问题解决方法，当然就是提高输入阻抗啦。而使用高输入阻抗来降低漏电流及负载效应，这点我们在 ATtiny 上却可以很轻松的做到，因为现今市场上的微控器多半是使用俗称 CMOS 的制程。 CMOS 的组成元件是 MOSFET， 与传统的 BJT 不同 ，MOSFET 拥有非常高的输入阻抗，而这项特性适用于全部的 Digital Input 的接角。因此，我们用 ATtiny 的输入角来侦测电极是否断开，应该就可以解决漏电流太大的问题啦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用 Digital Output 的接角直接驱动蜂鸣器，不需要进行任何放大电路的设计，而且 更棒的是 ，ATtiny 支援 1.8 伏的操作电压。一般在低压工作时，晶体电路设计会变得复杂，因为会需要考虑像是临界电压啦、驱动电压等等的很多元件的参数。但在微控器上，我们只需要考虑0和1，输入和输出，是不是很棒呢？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进行实作吧。用微控器来实作电路非常简单。 首先，在接好电源之后，我们拉一只脚到 PA1 来侦测水箱是否导通。然后我们用 1K 的电阻来模拟水箱的阻抗。再来，我们需要一颗蜂鸣器，然后把它接到 PA2 接角上。再来就是要烧入程式了，和我们前一篇影片所做的一样，利用 UPDI 角来烧入程式。然后在安装好电源之后，接着我们可以烧入 Blink 程式来试一下蜂鸣器的音量。 这音量应该很足够了。再来，请 AI 提供控制程式，过程我们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这个是调教之后的程式。首先看到这个 Setup 函数这边，我们宣告了2只脚，
分别是一只输入角及一只输出角。输入角为 PA1， 用来侦测水箱是否导通；输出角是 PA2， 用来驱动蜂鸣器。然后我们开启一个中断，在输入角有任何变动的时候执行。那中断的内容就是侦测输入角是否危害。当输入角危害的时候，就代表水箱里面电极已经断开了。再来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额外引用了一个睡眠功能，这是用来降低功耗用的。所以整个程式会持续的进行对输入角的监控，除了当输入角断开的时候会去驱动蜂鸣器之外，当输入角导通的时候，程式就会维持在睡眠状态里面，以达到最低耗电。这个程式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从我们的描述栏里面去找到。那在我们要实际把程式烧录进去之前，我们先来量测一下原始电路的工作电流吧。我们可以把它实际摆到水里来进行测试。首先提供2根电极，分别是接地和输入的电极，把它都泡在水里。这个时候蜂鸣器就不会作动。然后把输入电极接到电流表，从这个量测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输入端侦测电极的静态漏电流大约是264 microampere。然后蜂鸣器的驱动电流大约是13 milliampere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使用微控器的版本。同样的，我们先来看输入极的静态漏电流，只有4 milliampere。相比刚刚的这个版本，大约260 milliampere， 已经减小了大概80倍。那它的驱动电流呢？有 14.5 milliampere。所以由此可知，不论是静态漏电流以及输出电流，使用微控器，我们都可以轻松做到媲美以电路实现的效能。而总功耗呢，大约是200 microampere。这样子的耗电，续航力可以撑将近500天，也已经算是非常久了。再来就可以实作电路板，并实装在马桶上，以后就可以及时在漏水时收到警告啦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把启动蜂鸣器的程式加入一点延迟，避免每次刚冲完水就哔哔叫，实在是很吵。延迟个3分钟后，如果水还没满，才让蜂鸣器启动，比较符合人性化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模拟漏水的情况，看看警示器有没有正常工作。首先冲水后，我们就故意让水流掉，看看它多久会发出声响。大概是3分钟。再来就可以放掉，让水箱水回冲吧。水箱水升满之后，警报器就停啦。那这就是我们的漏水侦测器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顺心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